都说撒娇女人最好命，哎，也怕碰到精神病。我和大胖媳妇结婚10周年，这次呢想不带孩子去香港过个浪漫的纪念日。我寻思平时都是我花钱，太独立女性了。这次我也撒个娇，我说老公，这次香港你负责一切，我就负责享受。然后我有一个小要求，我想坐公务舱。他说行。到了机场，一半登机经济舱。他说要不然公务舱今天也没座。我一问空姐，有的。我说你差这1300不？他说差。我说钱呢？他说充麻辣烫年卡了。广东人都说好耶。到了香港，我们就去入住了，也是他说他精心做好攻略选择的酒店。进那个楼，我就觉得不对。酒店前台让他摁的那个电梯按钮，也是命运给我爱情下的定义。进去之后啊，越来越不对。一问，这是一个胶囊旅馆。大胖媳妇说：“咱俩今晚睡这个胶囊呢，它会有点挤，但是结婚10周年纪念日，越挤越浪漫。”话音未落，工作人员说：“你出来，给他请出去了。”他完全没想到，他订的这个胶囊是男女分寝。人家说你本是男儿郎，而这屋是女胶囊，你得离开2B去3B，再开个胶囊，留我一个人，我进胶囊了。我躺在胶囊里，我就想，不管多苦，为了爱情不离开。没想到我忍住了，他自己出去开房了。咋回事呢？他在工作人员领他试睡体验的时候，被下铺老头投诉了。这老头说这个胶囊他上去之后就变形了，给其造成了恐慌。工作人员看着也觉得不妥，就跟他说这个胶囊的设计它不适合他这个体重的人住，给他劝退了。最好笑的是，劝退之前，大胖媳妇和这个炒股老头之间还有一段经典对白，给这酒店的工作人员笑完了。后来给我转述的那老头吧，在底下说：“我怕他。”大胖媳妇说：“谁呀？”老头说：“我。”大胖媳妇说：“你咋的了？”老头说：“我怕他。”大胖媳妇说：“他是谁呀？”老头说：“你。”大胖媳妇说：“你怕我干啥呀？”老头说：“我怕你他。”大胖媳妇说：“他是谁呀？他是谁呀？”胶囊旅馆把他赶走了，他只能自己出去找酒店。香港走一天这么劳累，他还活蹦乱跳，就他这坨，膝盖压力是我2倍。多亏1节高钙氨糖，专研金三角配方，5效合一滋养软硬骨，氨糖全球销量第1，在国外经常都卖断货。他和温迪都吃，要不冬天敢穿大裤衩子呢？腿抗造。晚上我给打电话，我说你给我拍拍你在胶囊里啥样。他说我不在胶囊里呀，我住酒店了，还挺贵呢。胶囊旅馆把我驱逐了。我说你现在此刻马上来2B胶囊把我给接走，他就来了。我说你出去开房为啥不带我呀？整老半天住胶囊旅馆的意思是我住胶囊，你住旅馆。他说那胶囊的钱和旅馆的钱我都花了，那咱不得一人住一个吗？要不多浪费呀。你脖子上顶个啥呢？这是礼貌。你礼貌吗你啊？到酒店人还委屈呢，说我到现在我也没明白，凭啥给我撵走？那你为啥走啊？因为一个老头。你把老头咋的了？我没有碰老头，他就说他怕他怕他玩的。他是谁呀？还有别的老头啊？哦，好多。我老头不老头，那你老头。那老头他怕的是哪个呀？我不知道，问他呀，怕谁？他说他怕他。我说什么？你怕谁？知道怕他？谁怕？他到底怕谁呀？怕谁呀？他怕谁呀？他到底怕谁呀？他怕谁呀？他怕谁呀？哎，你们知道领一个没有坐过公务舱、没有住过好酒店的外国人出门有多丢人不？我昨天呢又出差参加一个节目录制，这个录制吧，一个艺人可以带俩人，一个叫执行经济，一个是化妆师。结果呢，这次给我当执行经济的小同事呢，家里突然有急事回老家了，我挺着急。我说这咋办呢？我老公说那我去呗。我还真找不着人，实在没办法，最后带他去了。到了机场就瞅他，我说哎呀妈，你说你哪有执行经济的样子？他说我进了机场就一直执行的，我也没拐弯啊，那刚才前面冒出个老太太，你敢执行？到了机场都不给订的是商务舱，那他从小到大从来没坐过商务舱。上去之后那个嘴脸呢，啤酒、饮料、矿泉水，所有东西喝2罐。人家问他吃啥，他把菜单仔仔细细看了一遍，问人空姐这晚餐太贵了吧？牛排鳕鱼的600、700，一个破鸡胸肉还435。空姐说先生，晚餐都是免费的，您看的数字呢是卡路里。然后我俩本来吧不挨着，空姐看我旁边的座位没有人，就把他从前面给调过来了。他坐下之后呢，就喜欢人公务舱发这个拖鞋要带走，然后他坐在11F，他趁人不注意跑回他原来的座9H，脚上穿的是11F的拖鞋，把9H拿回来的和我的拖鞋都塞书包里了。下飞机时候空姐就要过来跟他说话，他拒绝一切目光对视，装没看着，蹭蹭往出走，都上摆渡车了，我都跟不上。我说你跑啥呀？他说我不穿着他拖鞋呢吗？可能是空姐发现了不让穿走，我装没看着赶紧跑。我说那你自己鞋呢？他说完了，
落飞机上了，落飞机上了。回到宾馆，我才发现他把飞机给的手绢都拿回来了，还把我的精华拿回来了，以为飞机给的呢。我说那是我的夸迪学生4袍，一次1支贼好吸收。它这个水油同补抗老级修复屏障，看着贵妇但涂起来清爽，效果也不错，适用于多种肌肤，不仅养肤还增弹滋润。第2天上妆避免出油卡粉。4袍的材质充分维持这个水油小分子结构，每次出差我都带上一把。到了酒店，人客户给每一个人开了一个房间，但是大家知道我跟我的执行经济呢，就住一个屋就行。我说就开一个房间，另一个就别开了。他说必须开，住酒店订2屋，住1屋空1屋，这是我儿时就有的梦想，暗夜我都要睡着了，他拿着房卡去不住的那个屋，吃了人家准备的糕点，喝光了酒店的好水，洗了一个澡，拿走了所有洗漱用品和2双拖鞋，最后定了个闹钟，睡了2小时走的。第2天早晨吃了一顿3年没吃过的早餐，去健身房见了一个4年没见过的身，去游泳池游了一个5年没游过的泳，问人家泳池工作人员拿房卡可以免费游不？人家说可以，进去必须穿拖鞋。说巧了，我就没有别的鞋，但是爱占便宜吃亏这个事儿多少是有点依据的。我们出差呢是有餐补的，你得拿着发票人给报销。我工作那天忙就光吃个盒饭，餐补1分钱没用，但只有当天有效。他就难受了，下午5点多钟开始摇人，突然联系他妹妹的小学同学，俩人可能在加拿大就20多年，一共见过3面吧，要找人叙旧。见了面哈，俩人就都不知道彼此姓啥，就尬聊。我老公敬人酒是这个加拿大人不多，在中国的加拿大人更不多，有一个算一个，都是朋友。聊差不多了，人服务员拿扫码机来买单来了，大胖姐咔嚓David 你不要动，你别动，这是在中国。然后就掏出付款码要买单，说开发票。服务员说今天店里机器坏了，开不了发票。开不了发票。大胖姐说虽然在中国，但咱们还是按照加拿大的方式来，更简单，咱俩就正常 AA 呗，行不 David 说 AA 可以，但是我叫 Andrew。吃完饭我就问他，我说你不尴尬吗？他说加拿大朋友不多，又少一个。大胖媳妇到底是凭借着一己之力把我们5一调休制度给搅黄了。关于这个调休制度吧，大胖媳妇一直是非常不理解的。这不马上5一要放假了吗？她本来是万分愉快，突然听说要在你放假的前边和后边把你放的班给补回来这个事儿，她崩溃，无比懊恼，来我们公司问我，你确定你也要实行这个招别人在背后骂死你这个机制吗？我说全国都这么调休，那我们肯定也这么调啊。他就疯了，他说你看啊，放一个5一，把后边的假期给提前用了。从你的角度来剖析啊，你就这么想的，我选择哪天放，别人就得哪天放，后边的假期，哎，你提前给我，后边就不给你了，不可上去。那如果是这样的话，你的同事现在也可以跟你提出要求，我选择今天发我后边所有的工资，你就把今天到我60岁的工资提前给我，后边我也不管你要了，不可上去。他还来劲了，就继续无限类比啊，给我整的骑虎难下的。他说这还好比昨天不让你吃饭，明天不让你吃饭，今天就使劲吃，往死吃，不吃不行。昨天不许上厕所，明天不许上厕所，今天就使劲拉，往死拉，不拉不行。去不拉？我没有也得拉，去拉。而且更离谱的是，所有的人，全国的人都今天拉，你上厕所排不上号，你说我换一天拉行不行？不行，憋着。 Okay, but I want the salary from next month. It's all the same, you just take it over. 就拉是。但是他其实很幸运，虽然28号他调休，但是调休那个日期呢赶上他没有课。我说那其实咱大铁姐弟那个账号挺长时间都没发大胖媳妇和拿铁的吃播了，咱就那天把他录了呗。然后大胖媳妇晚上来我们公司蹭饭，我不在，他就问我的同事们，你们说实话，你们对调休到底怎么想？是否和我一样憎恨，只是不敢说？你们说实话。我反正也不在，我同事就实话实说了，说谁喜欢调休啊？哪怕5一不放那么多天都不想调休。大胖媳妇说那你就交给我，我一定给你们搅黄。第2天他的确把调休给搅黄了，但是因为张大铁告状也到底是露馅儿，最终我在家跟他斗智斗勇，同事们得以轻松放假，我还送了他们1人1瓶理肤泉光电霜。这抗老面霜是我最近独宠，加班皮肤状态差，上妆还卡纹，用完紧致饱满多了，雪绒质地，乳化透明，肤感好，光速新生科技的有效抗老，还得看它咋搅黄的呢？第2天早上他跟我说他有病了，哎呀胃难受，肚子疼，肠胃炎，不能起床，更不能吃播了。我当时我是稍微有点不太相信，因为我认识大胖媳妇这么多年，她得了任何病也从来没拒绝过吃，我好几次推门而入想抓她个没有病的现行，但是好像她真有病，就搁那躺。直到张大铁告完状，我再进去。I feel a little better, but not great. 什么声？哦，我的肚子不舒服。哎，你嘎叽窝冒气了，这面。我不知道，我问拿铁，他玩了。我也不知道，什么人在冒气呀？怎么个事儿？俺炸弹的房间上火了。妈，那你有没有把火给灭呢？火可香了，发了个香火。